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俄罗斯动作大片《密码疑云》。这部堪称俄罗斯女性版的《007》，整部电影的最大亮点就是片中的女主角了。火辣身材配上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是一大亮点，这是获得过普京点赞的特工大片。达莎效力于俄罗斯国家安全局。这天，他接到一个超级危险的任务，去恐怖分子老大扎法德身边做卧底，因为他暗中在莫斯科、东京、伦敦、纽约藏了4个核弹，准备引爆。达莎要想办法套出4枚核弹的发射密码，才可以拯救世界。之后的3年时间里，他逐渐取得恐怖分子的信任，成为老大扎法德的贴身女保镖。然而，他还没来得及拿到密码，老大就在自己的老窝惨遭轰炸。奄奄一息的时候，告诉达莎，袭击他的是同为恐怖分子的刽子手巴特，只要他去巴黎找一个银行家，就能顺藤摸瓜干掉刽子手。同时，他还告诉达莎，巴特抢走了他的保险柜钥匙，里面存放着核弹密码持有者的3个人的信息。这个银行家叫路易斯，人在巴黎，他和刽子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于是，为了密码，达莎只能先前往巴黎，用美人计接近银行家，窃听他的电话。很快发现，银行家果然与巴特有来往。他不仅知道3个密码持有者分别住在意大利、挪威和马来西亚，而且已经准备去杀人取密码了。于是达莎暗中跟踪银行家找密码。他先是跟到了意大利，悄悄潜入酒店房间，安装监听器，却被堵在了房间里。银行家对达莎产生了怀疑，他假装是想给对方一个香艳的惊喜。等好色的银行家卸下防备，让手下退出房间后，达莎立刻露出了凶狠的一面，逼着银行家带自己去见巴特。而这时传来敲门声，达莎让银行家去开门，自己则躲在门后。银行家趁着给服务员开门之际，一把将服务员拉进屋内，自己则逃出房间。达莎紧跟着追了出去。银行家上车准备逃跑，正好遇到追出来的达莎。然后他们制定好计划，达莎假扮美女记者去接近巴特。在途中，银行家借机跳车逃跑，达莎也跟着跳下车追了上去。被追上的银行家又挨了一顿暴揍，最后终于带着达莎去见了巴特，但见面不久就被识破了。银行家直接被当成叛徒一枪打死。达莎只好单枪匹马跟一伙恐怖分子展开了交火，对方的战斗力和他根本不是一个级别。达莎越挫越勇，一个失手直接把刽子手给打死了，这下直接破坏了所有的计划，密码的线索也中断了。上司暴怒，把他踢出了这次行动，直接遣返回俄罗斯。就在这时候，达莎却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居然是已经死去的银行家打来的。原来银行家路易斯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，巴特只是他的一个棋子而已。他被巴特打死的那出戏，其实是故意演给达莎看的，好甩掉他，自己溜去马来西亚找密码。结果发现马来西亚的密码持有者已经死了，而老大之前已经暗中换了第3段密码及其持有者。于是他才主动联系达莎，觉得他作为恐怖分子信任的手下，肯定能找到第3段密码。达莎当然不会跟他合作了，反而从他那里套取了大量信息。那老大到底把第3段密码交给了谁？还有谁是他最信任的人呢？当然就是达莎。原来当初达莎升级成为老大亲信时，不仅被打上了专属烙印，老大还嘱咐他一定要记得这一天，告诉他这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。而那天的日期其实就是最新版的第3段密码。然而等达莎明白真相的时候，路易斯也已经得知了最后的密码，并即将摧毁伦敦、纽约、东京和莫斯科这4大国际都市。达莎怎么能让他得逞？影片的高潮段落就是我们的美女特工大战恐怖分子。至于结局也毫无意外，达莎 KO 了银行家，拿回了所有密码。这个全能的俄罗斯女特工最终拯救了世界。
整体看来，这部俄国特工片跟好莱坞大片的套路如出一辙。该片爆炸大场面、追车、枪战、肉搏、拆弹、高科技武器、跟踪与反跟踪等此类电影的元素一应俱全。但整部剧的剧情和内涵就不要多想了，除了这个霸王花女主角，剧情确实一般。好了，电影到这就结束了。这里是哪吒剪影，感谢您的点赞与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